想要变成有钱人，原来可以从小习惯做起。这本书的作者山宅裕之，他访问了许多有钱人，整理归纳出了真富人的小习惯，包括了擦擦镜子，并且露出微笑，去名牌店买袜子，垃圾要弄整齐，花钱也要给人幸福，还要说一句话，以及每天要把梦想印入脑中。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早上花个不到1分钟的时间擦擦洗脸台的镜子，然后对着镜子做出一个笑容。就算你睡眼惺忪，不是很想笑，也要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来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哦，它可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力。比如，你会发现，当镜子变干净了，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了，还会觉得自己闪闪发亮呢。当你看到镜子中充满笑脸的自己，你的自信也在无形中跟着提升。而在一大早就充满正能量，会让你觉得充满干劲。不管是对生活啦，对工作，还是对客户，你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哦。第二，为什么要去名牌店买袜子呢？简单说呢，就是到有钱人的空间里去接收富有的意象，让自己的大脑相信自己是个有钱人。这也算是在变得富有之前在行为举止上先提前像个有钱人的模样。当然可能一开始到名牌店会觉得很别扭、很不舒服，但是这时候反而可以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我要成为来到这里也感到自在的人。作者山宅裕之他就认为，去名牌店多尝试几次，渐渐培养自己游刃有余的态度，这样子呢，好运气也会跟随而来的。至于为什么是买袜子呢？并不是说袜子的价格比较能负担得起，而是要练习保持一种连袜子都很讲究的心态呀。第三个，变有钱人跟倒垃圾有什么关系呢？山宅裕之他发现，有钱人家倒垃圾的方式很整洁哦，像是呢要回收的旧报纸都是折叠的很整齐，用绳子捆好，处理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家门口。这显示出的是一种对回收人员的敬意。也就是说呢，真富人做事情并不是只会顾虑到自己，即使是对于碰不到面、不认识的人，真富人也会细心的为他们着想，把旧报纸弄整齐，给绑好，让回收人员比较好搬运。这就是一种对他人的体贴之心啊。第四，花钱的时候也想想能让谁也幸福快乐呢？一般人可能会想要挑便宜的东西购买，会有一种赚到与小确幸的感觉，但这只会局限在自己的快乐上。既然是要买东西嘛，也可以考虑购买价格贵一点的商品，这或许能够帮助到一家用心经营的商家获得幸福呢。而且下次花钱的时候，不妨学学一些有钱人，在心里会对着钞票说谢谢你，记得多带一些朋友回来哦，而不是哀怨的想着钱又这样子付出去了。那么毕竟呢，钱在这个社会不断的流转，这个过程可以让大家都受到恩惠。比如说你付出去的钱变成了店员的薪水，店员拿到薪水就可以买玩具给孩子，孩子开心了，玩具店也赚到钱，而玩具店缴的税金回馈到社会的建设上，钱最后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了。作者山宅裕之他还提到说，业绩做得很大的企业往往不是以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，而是会想到要与他人的事业做良性的互动。比如呢，可能是想要帮助某些人来制造幸福，或者是让消费者感到开心。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出发点，结果呢是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呢。而我们之前拍的短片也有提到，这个稻盛和夫认为利他就是最大的利己，这两者之间的道理其实是很接近的呢。第五个，作者山宅裕之在书中也提到，他所采访的有钱人里有不少人都有明确的目标，而且每天都会再次去确认这个目标哦。像是呢，有人会把目标贴在厕所，这样每次去洗手间时就能提醒自己要朝着努力的方向前进。也有的人是贴在玄关，这样子进出家门的时候，目标都会映入眼帘。作者还建议可以贴在靠床的墙壁上，让自己在睡前还有刚起床的时候，都可以把目标输入到脑海中。最好呢，还可以画上插图或是贴上图片，这样子更能够振奋人心啊。作者山宅裕之认为，内心富裕的有钱人，并不是因为口袋有钱而让自己有钱，而是在平常的生活中
一直在履行的这种合适的习惯，终究才能够获得充分的财富。而这本书就认为把有钱人的习惯行为学起来，心灵就会渐渐调整成为有钱人的频率，让自己在想法上更接近真富人的思维，这样子或许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哦。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吧，也赶快把影片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。还有一定要按下订阅，开启叮叮当，也欢迎给我们按个赞。下次见了，拜拜。